在4月28日，我国驻印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表态，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愿意用实际行动向印度提供帮助，在近几天内就会有近万台的制氧机运抵印度。同时，中国国内的供应商也选择加班加点，为印度提供2.5万台制氧机。有观察人士就指出，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表态向印度提供帮助了。在印度疫情刚刚被捅破窗户纸的时候，中国官方就表示愿意向印度提供帮助，但是当时印度医疗体系还未被攻破，因此印度国内很多人对中国的好意并不领情，甚至嗤之以鼻。最后，随着新德里氧气短缺问题的出现，印度开始第一时间向英美等国求援，却遭到拒绝。印度富人开始转移资产外逃，这才让自信的印度人开始接受中国多次提起的帮助。然而，随着中国的入场，担心被拿来对比的英美等西方国家这才开始重新对印度开放医疗市场，对印提供帮助。于是乎，这帮印度人又再一次开始左右横跳，中国却成了他们的发泄对象。在4月26日，印度空军出动军用运输机，开始从新加坡、阿联酋等国运回大容器的氧气罐。当时就有印度网民对之前新德里向中国采购制氧机一事耿耿于怀，有印网友就很明确地表示，为何要从中国买？甚至有印度人开始往中国身上泼脏水，阴阳怪气地称，现在怎么没人指责中国了？值得一提的是，有分析人士指出，印度社交媒体上流传，此前已经有印度黑客开始向中国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开始恶意攻击中国医疗机构相关网络及数据库资料。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印度国内的反华情绪并没有因为边境局势降温而平复，由此也可以预测，未来中印两国的关系必然会走向极端化。从如今的情况可以看出，新德里无法有效控制国内疫情，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人民情绪激烈，而唯一能够稳定国内局势的办法就是向外输出仇恨。此前中印之间早有旧仇，未来必然会出现有心人恶意引导印度国内舆论，将印度这次因新冠的损失彻底扣在中国人身上，届时新仇旧恨一起爆发，中印双方的战争很可能也就打响了。而且印度想要在南亚充当霸王，中国就必然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无论是新德里的战略方针，还是西方国家在亚太的战略部署，中印之间的关系大概率是无法缓和的。美国已经开始行动了，多种迹象表明美国在战争方向上四处布势，而战争的结果为何也必将证明弗朗茨盖尔的结论：中国人同美国之前所有对抗的敌人都不一样。在一些人看来，美中在台海的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态势，显然这场战争最终发不发动决定权在美国，而综合美国近期的举动来看，其似乎在为可能的冲突四处做准备。近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都在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先是美国的驱逐舰频繁出现在冲突热点地区周边，而后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又开始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所谓的联合远征行动演习。在距离中国更远的海域外，美国的核潜艇也在蠢蠢欲动。除此之外，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盟友的先后表态。我们知道，在太平洋地区，日本和澳大利亚一直充当着美国在亚太对抗中国的忠实盟友，尽管他们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对抗中国的姿态，但是在中国敏感问题上，日澳两国也有一定的分寸，并不敢逾越半分。不过最近却大不一样，先是日本表态称，一旦台海发生战事，日本将视情况而定，选择军事介入。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日本时隔52年再次踩在中国的红线上，这样的信号可以说已经十分明显了。而后澳大利亚也紧跟着表态，也声称会军事介入。目前澳大利亚正在讨论要在多大范围以及多大程度上做出协助。观察人士预测称，澳大利亚很有可能会选择派遣驱逐舰配合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军事行动。除了有短期的协助行动外，澳大利亚还提出了一个长期对抗计划。澳大利亚总理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将加大军费开支，用来升级澳大利亚北部的4个军事基地。毫无疑问，这样的4个军事基地必定是用来支撑美国日后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不排除是充当战时后勤基地的可能性。从美国四处布施的行动来看，美国对于接下来的一场战役似乎是胜券在握，但是结果将会令美国人大大失望。这话并不是从中国人嘴里说出来的，而是理智的美国人这样认为的。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员弗朗茨盖尔表示，枪响之后，美国没有胜算。在他看来，中国人与美国之前对抗过的所有敌人都不一样。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上下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持无一例外都具有传奇色彩。
中国的每一次反抗，让世界看到的都是越来越强大的民族。更为重要的是，不管美国承不承认，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强行干预，下场必定很惨。自从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在中国附近海域的活动就只增不减，打着自由航行、自由飞翔的旗号，更是肆无忌惮地出入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更是一再刷新抵近我国领海基线最近距离，甚至多次无视解放军警告继续活动。就在4月29号，美军机又来了，不过这一次美军机却是5架同时行动，分别在黄海、东海、南海3处进行巡查，其中 RC-135W 侦察机2架，一架在黄海，一架在东海，当然在东海还有另外一架 URS 高空侦察机，这主要是为在小规模冲突或者战争危机的时候，为决策者提供重要情报的军机。这个时候出现在东海，不外乎就是为了刚刚返回的辽宁舰。另外，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以及一架 EP-3E 电子侦察机则继续在南海活动。说实话，美国军机频繁出现在中国海域，确实是相当的讨厌。所以很多网友就会问，为什么不把美军机打下来？亦或者是知道没有到领海就没有正当理由就不能打下来，所以会问到能不能军事误判。当然，就个人所说，上述这些基本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最近解放军开始了很明显的举动，或许可以推测一下，战斗警报响起，解放军的回击来了。29号，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吴谦大校表示，美军军舰今年不到半年时间，在中国附近海域活动次数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而美军机甚至已经超过了40%，这明显是推动地区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的举动。中国将会在此敦促美国约束一线部队，杜绝再次发生类似危险事件。除此以外，因为知道美国向来是不喜欢戴耳朵，不然也不会多次无视解放军的警告，继续频繁活动。所以，解放军就直接在东俄海域再次开展实弹训练，而时间正好是在4月29号7时到4月30号19时，军事误判箭在弦上。说回4月29号当天，美国5架军机同时出动的事，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消息来看，美军应该也是知道这件事，所以这一天是从凌晨5点开始的，在经过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时候，时间仅仅在6点多，出东海防空识别区时间也同样在不到7点就出去了，最后徘徊到了下午1点左右才彻底停下来。就这样看，美国也是明白了解放军的警告，毕竟7点解放军一旦开火，说不好军事误判就成真了。毕竟这个时候解放军手里的剑可真不一定能够止得住。这回美军军机还敢来吗？真要来，那就可要做好被打疼的准备了。据媒体最新报道称，前段时间日媒报道了俄罗斯在包括南千岛群岛在内的千岛群岛上部署了 T-80BB 坦克。虽然日本方面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坦克是部署在了哪里，但是据他们推断，应该是在泽捉岛和国后岛的军事基地。日本和俄罗斯相关千岛群岛的问题，自从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存在了，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拥有主权的，这也导致了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一直没有办法友善。而目前千岛群岛是被俄罗斯控制。据日本媒体报道称，这一次 T-80BB 坦克的部署大概率就是用来取代之前部署在这里的 T-72B 坦克，进行一次装备换代升级。这个消息一经发表，就立刻引起了大量日本网友讨论。其中一个从俄罗斯立场来陈述俄罗斯不可能放弃千岛群岛，表示如果俄罗斯归还千岛群岛，那么俄罗斯就没有办法再控制俄罗斯潜艇所在地鄂霍次克海。这样一来，俄罗斯的对手前往勘察加半岛就会变得简单，所以让俄罗斯主动放弃千岛群岛是不可能的。这名日本网友提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武力逼迫俄罗斯归还。有的网友则对日本不采取行动非常愤怒，认为日本必须向北海道部署导弹部队，还要向日本自卫队扩充人数，在北方设防抵制俄罗斯，并且密切关注俄罗斯方面的所有消息。也有人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俄罗斯在千岛群岛这样的多山地形上部署坦克，有可能是要攻击北海道，后悔日本曾经有机会让俄罗斯归还千岛群岛，却错过了机会。而叫嚣最厉害的那个日本网友，不但呼吁起让日本搞核武器，还扯上了中国。他是这样说的：从此以后，俄罗斯和日本都没法再开展经济合作。预言不久之后，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海道，中国会攻击冲绳岛，因此日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预防包括获得研究核武器的权利，否则日本可能会因此消失。不得不说，脑补能力还是日本网友比较强。一个产出匮乏的岛国，如果不是他们自己一再挑起矛盾、制造摩擦，怎么可能跟中国和俄罗斯关系都变差呢？现在又想着搞核武器，又能怎样？不说能不能搞出来，即便真能制造出来，难道日本就能一夜之间成长成军事上和俄罗斯相抗衡的大国吗？